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些比较轻松的，也是比较常见的部分，就是讨好型人格。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所谓讨好型人格呢，其实是一个人格特质、人格倾向，它不是一个人格疾患。所以跟我们之前讨论所谓的边缘型人格啊，或者是自恋型人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有哪8大行为。如果你有出现这些行为的话，可能代表你其实是一个讨好型的人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一样先跟大家说一声感谢，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追踪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有哪8大症状或者是行为呢，代表其实你可能是有讨好型人格的倾向哦。第一个呢，你就是太常道歉了，就是每一件事情呢，你都会忍不住要说 I'm sorry, I'm sorry。我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就算你没有做错事情，又或者是呢，你可能只是要说一句话，你都会忍不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这可能就是你其实太习惯了去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然后你都觉得好像自己常做错事情，然后觉得必须要委曲求全，或者是必须要弯下腰来道歉。所以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你太常道歉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很难拒绝别人。我发现了讨好型人格呢，对于人家说的事情，人家的要求呢，常常都会忍不住就好啊，即使自己内心其实真的有感觉到不是很想要，甚至是不是很开心，但是呢，还是会为了让别人开心而勉强自己。所以当别人有所要求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吧，还是做好了。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呢，常常忍不住就是勉强自己去答应别人的要求，很难去拒绝别人的时候，也许你也是有讨好型人格的一个倾向哦。第三个就是同意别人说的每一件事情。很多人呢，在事情上面其实是会很有意见的，例如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人实在是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想法跟对方不太一样，但是呢又不太想说出口，所以呢，与其呢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你可能就会选择对啊，那也是一种看法啦，我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是没错，我也是觉得。你就会发现你都在同意人家说的话，然后一直在附和别人说的，可能就从头到尾没有太多自己的意见或自己的想法来表现出来。所以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冲突，你大部分的事情都在同意别人所说的话，而没有自己的主见。第四个，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你会发现呢，可能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例如说这个人我好喜欢去登山哦，其实你自己对于登山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了常跟这个人相处呢，你就觉得好吧，那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好了，然后把自己调整成一个自己很喜欢户外活动，自己很喜欢登山，很喜欢做这些运动的人。又或者是呢，这个人说我非常喜欢音乐，我很喜欢去听演唱会，怎么样的，然后你为了想要跟这个人维持好的关系，你就说好啊，那我们一起去吧。那其实你自己根本对这些音乐一点都不了解，又或者是呢，你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你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去参加演唱会，可能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拥挤了，人群太多了，其实你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又或者是其实这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呢，你还是选择去改变自己，然后去迎合别人喜欢的东西，又或者是别人的喜好。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常见的一个行为。那第5个呢，就是一样非常常见，就是你非常害怕冲突，不喜欢跟人家起口角，又或者是有所冲突，所以呢，为了这样子，你常常会做一些事情去逃避冲突。例如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就会别人说什么就迎合他们说的，又或者是呢，当别人一有说些什么事情，你觉得你不太赞成，但是呢，为了避免冲突，你还是选择闭嘴，所以常常会不太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真实的意见。为了要避免冲突呢，这些东西你都会尽量不要去表达，会比较好。那别人可能都不知道你真正的心里是觉得不开心的，或者是不同意的，因为你不想要跟这些人有所冲突，你也很害怕这些人会因为你说的话而讨厌你，所以呢，你就选择忍气吞声。那可能到最后你就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第6个呢，就是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你会发现呢，你常常会为了别人的不高兴、难过、生气
失望等等之类的情绪呢，觉得如果他们有这样子的情绪，那就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做了什么让他们有这样的情绪。那他们有这样子的情绪，就是代表是我的错，这些都是我的责任。那我应该要去做些什么去弥补，又或者是去改善，又或者是呢去让他们感觉比较好。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常常在为别人的情绪负责。那在我临床工作上面常看到的就是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会了，就是当父母常常在吵架，或者是父母常常不开心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那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就已经学会了，从小到大就是要学会了，当别人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要去做些什么。如果妈妈不开心的话，我就多做一些家事，让妈妈不要再烦恼。又或者是爸爸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把功课读好，考试考好，让爸爸可以觉得很高兴、很骄傲。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刻意做一些事情去讨好其他人，去让别人觉得说，哦，我不用为你担心，我不用为你的事情而感到烦恼，又或者是我可以因为你做一些事情，有一些的情绪上面的改变。那这些都是讨好型人格常见的一些行为。第7个呢，就是很期待外在的肯定。你会发现你做很多事情呢，你都很希望得到对方又或者是其他人看见你所做的努力，然后给你一些肯定跟鼓励。例如说呢，可能你做了一份报告，你就会很希望对方，或者是你做了报告的那些老师啊、同学们或者是同事们，会跟你说，哇，你做得好，然后注意到你所做的细节，你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很用心的在所有细节上，就是希望被看见。那当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又或者是更惨，别人开始给你一些批评指教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是非常的难过，有一种备受打击的感觉。因为你的人生的价值本身的自我价值呢，会跟着别人的评价而有所起伏。也就是今天如果别人说你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很棒。今天如果别人开始给你一些批评，或者是给你一些指教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我好糟糕哦，我真的是一文不值，我什么都不是，我对自己的人生感到非常的失望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那个自我的评价是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太依赖外在的一些肯定了。第8个呢，就是即使你自己不开心也开不了口，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避免冲突，为了不想要让别人不高兴，为了害怕别人生气、难过、失望之类的，所以呢，很多事情别人要求你去做，即使你不想要做，你还是会忍不住的就说好我做，或者是好吧那就这样子吧。甚至别人做一些事情惹到你，踩到你的界限，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了，你也觉得就只能在那里生闷气，又或者是只能自己在内心里头不断的转，但是没有办法说出口，你没有办法对这个人说，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伤我的感觉，这样子其实是很不好的。你没有办法说出口，因为你实在是太害怕因为说出口的话会有所冲突，又或者是失去这个人，所以呢，你就因此而选择忍气吞声。以上8种呢，就是我们在讨好型人格里头最常见的一些行为模式。不知道你对于自己的行为模式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呢？会不会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可是从来没有发现到呢？又或者是说呢，你发现你身边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人，那如果有的话，麻烦记得分享给他们哦。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讨好型人格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不好。有那些讨好型人格的人呢，其实很容易活在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因为时时刻刻都会非常担心别人是不是在生气讨厌自己，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常常是非常紧绷、非常焦虑的。那也常常呢，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也许就学会了，不见得是说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多大的创伤，但是呢，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呢，看见父母的对话、不开心的对话，或者是彼此碎念啊，然后不高兴的一些语言啊，让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讨好的动作，来去和缓这个气氛，又或者是我们其实很不喜欢、很害怕家人吵架的那种气氛，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会学会了避免再被这个人伤害到，我们用讨好的方式对这些人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做一些事情来伤害我们，又或者是说一些话来伤害我们，或者是用那种冷处理的方式来面对我们，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痛苦。那所以呢，就研发出了不断的去讨好别人，其实在自己内心还是非常的一种害怕痛苦的一种感觉。第3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有一种很迷失自我的感觉，因为不断的在去讨好别人的过程当中，好像不断要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标准，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改变自己的模式，改变自己的行为，甚至改变自己的样貌，就只是为了要去迎合对方，然后去做一些对方可能会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在这当中
为了这个人改变成这样，为了那个人改变成这样，为了这个人又改变成这样，到最后自己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事，那就会有一种很迷失的感觉，然后到最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谁而活。所以呢，其实不断去讨好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慢性的伤害。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要如何停止再去讨好别人。OK，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我们下次见了，拜拜。